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如果想要长寿，就不要吃面包》这本书。大家喜欢吃面包吗？除了面包外，像意大利面、拉面等含有大量小麦的食物，相信也很受大家欢迎。然而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小麦中所含的蛋白质、麸质，可能对大脑造成炎症。甚至开始关注可能会在肠道中形成大量微小穿孔的可怕事实。由于这些麸质的副作用，有人认为会出现肩颈痛、头痛、疲劳等症状。如果你有这些困扰，也许是因为食用面包所致。因此，今天我们将探讨含有麸质的小麦食品的严重缺点，以及已经麸质上瘾的人该如何戒掉面包的方法。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小麦中麸质的5大致命缺点。第二，适合无法戒掉面包的人的最佳饮食法。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小麦中麸质的5大致命缺点开始解释。正如开头所述，像面包等小麦食品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许多伤害。首先，让我简要总结一下小麦中麸质的5个严重缺点。一、麸质上瘾者的悲惨结局。2、脑细胞生锈导致大脑受损。3、自闭症、ADHD、抑郁症等因为吃面包而引发的严重精神疾病。4、吃面包是肩颈痛的原因之一，麸质会导致肠道形成大量微小穿孔。5、小肠发炎引发的乳糜泻。这里不仅介绍导致脑部受损的麸质的5个严重缺点，还会提供与此相关的生活技巧和知识，因此请务必看到最后。接下来，我将逐一具体解释这些内容。首先是第一个严重缺点：麸质上瘾者的悲惨结局。吃面包的一个可怕缺点就是会对麸质上瘾。据作者称，几乎所有喜欢吃面包的人都可能对麸质上瘾。面包是由小麦制成的，而小麦中含有大量的麸质，已知这种麸质具有强烈的成瘾性。麸质就像其他药物一样，吃的时候会感到愉悦，但停止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戒断症状，经历强烈的不适感。实际上，有人认为麸质具有与海洛因相当的成瘾性，这种成瘾性确实相当严重。小麦中的麸质在胃肠中会被分解成一种称为多肽的小分子化合物，这种多肽由10个以上的氨基酸结合而成，比蛋白更小。这种小麦多肽具有穿越我们血脑屏障的特性。血脑屏障正如其名，是我们大脑的关卡。血液中含有各种杂质，如果这些杂质进入大脑，会造成严重问题。因此，血脑屏障的作用就是从血液中过滤出大脑需要的营养物质，如氧气，同时阻止其他杂质进入大脑。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非常小的小麦多肽会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并与大脑中的吗啡受体结合。吗啡是一种大家都听说过的镇痛药，用于缓解疼痛等。换句话说，小麦多肽通过与脑中的吗啡受体结合，产生类似吗啡的镇痛效果。就像吗啡具有成瘾性一样，与吗啡受体结合的麸质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成瘾性。就像所有药物一样，麸质中毒者如果不摄入麸质，就会经历严重的不适感，即所谓的戒断症状。每天食用面包、拉面、蛋糕等小麦食品的人突然停止摄入，大脑会出现拒绝反应，并产生严重的不适感。这就是小麦可怕的成瘾性。接下来是第2个严重缺点：脑细胞生锈导致大脑受损。所有的麻药都是可怕的，因为它们都有副作用，就像成瘾物质一样，麸质也会对大脑产生严重不良影响。您是否曾因头痛而苦恼？即使去医院，也只被诊断为偏头痛，最终原因仍然不明。常年头痛让人倍感痛苦。头痛是许多日本人日常经历的严重症状之一。根据日本头痛学会的数据，大约1/4的日本人受到头痛的困扰。作者认为，日本人头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麸质引起的。那么，为什么麸质会引起头痛呢？这与麸质引发的免疫系统失控有关。对于以米饭作为主食的日本人来说，麸质是一种异物。当这种异物进入血液中时，
免疫系统就会像对待过敏源一样，对肤质进行全面攻击，释放大量活性氧。活性氧是一种极具氧化性的物质。简单来说，氧化就是物质生锈的过程。你或许见过铁钉放在外面生锈的情况，那是铁氧化的结果。活性氧会像氧气一样使铁钉生锈，同样会使我们宝贵的细胞氧化，导致它们生锈。细胞氧化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加速老化。最近的研究表明，活性氧可能是癌症和糖尿病的原因。令人不安的是，由肤质引起的活性氧甚至会对我们宝贵的脑细胞产生影响，使它们氧化并生锈。脑是人体中容易氧化的器官之一，除去水分外，几乎60%的成分是脂肪，约40%是蛋白质。这些脂肪和蛋白质是身体最容易氧化的成分之一。那么，如果脑受到氧化影响会怎样呢？脑细胞暴露于活性氧的伤害下会发生炎症，这被认为是引起头痛的原因。一项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了因摄入肤质而引起头痛的人的大脑的研究，发现了由炎症引起的变化。这一论文刊登在世界5大医学期刊之一的《Lancet》上，引起了热议。此外，根据这种脑部炎症的机制，人们开始了解认知症与肤质的关系。作为认知症的典型代表，阿尔茨海默病表现出脑部萎缩的特征。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除了萎缩外，大脑中还出现了多个斑点。这些大脑斑点被称为淀粉样蛋白贝塔和 2 蛋白。这些脑中的垃圾被认为是脑细胞暴露于活性氧后蛋白质变性的结果。这些垃圾蛋白质破坏了脑神经元网络，导致记忆障碍等症状。换句话说，认知症的原因可能是活性氧，进而是引发活性氧的肤质。接下来是第3个严重缺点：自闭症、ADHD、抑郁症等因为吃面包而引发的严重精神疾病。肤质不仅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也会对心理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研究表明，肤质可能与自闭症和 ADHD 等心理疾病的症状恶化有关。在美国，自闭症和 ADHD 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肤质与这些疾病的关系，并且已经开始进行针对性的营养指导以改善情况。据报道，通过减少肤质摄入，许多自闭症和 ADHD 患者的特有问题行为得到了控制，情绪也变得更加稳定。除了自闭症和 ADHD 外，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停止摄入肤质可能有助于改善抑郁症。如果有人情绪低落或早上难以起床，而没有明显的原因，那么这可能是由肤质引起的。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患者调查，抑郁症和躁郁症等情感障碍的患者数量已经在2008年就超过了100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加。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亚伯拉罕博士曾向心理疾病患者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过去都吃了些什么呢？亚伯拉罕博士认为，日常饮食是导致心理疾病的原因，并认为通过改变日常饮食可以治疗心理疾病。事实上，许多接受了各种药物治疗但没有改善的患者都去找亚伯拉罕博士，只通过营养疗法就实现了回归社会。因此可以说，在目前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情况是由小麦食品引起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吃的东西会对心情产生影响。接下来是第4个严重缺点：吃面包是肩颈痛的原因之一。肤质会导致肠道形成大量微小穿孔。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探讨了肤质对我们大脑的影响，但事实上，肤质对我们身体其他部位也有不良影响，尤其是我们的肠道也受到了肤质的严重损害。最近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发现他们的肠道出现了大量微小的不可见穿孔。肠道在消化和吸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如果肠道出现穿孔，会发生什么呢？一旦肠道出现穿孔，食物就会在未经分解的情况下从肠道泄露出来。我们吃的食物会被分解成葡萄糖和氨基酸等最小单位，然后被吸收到血液中，这就是消化的过程。
而这种消化不仅仅是为了将食物分解成更小的颗粒，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至关重要。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像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这样的大分子是异物。比方说，如果您吃了一个苹果，苹果在我们的身体里是自然不存在的物质，因此免疫系统会像对待过敏源一样，对苹果会做出攻击，导致过敏反应。这时候，消化系统登场了。我们的胃肠道通过消化将苹果分解成葡萄糖和氨基酸等最小单位，将之前是异物的苹果分解成我们身体自然存在的自身物质。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免疫系统过度反应，也是为了将食物从异物变成我们的自身物质。但是如果肠道上有无数孔洞，导致食物无法分解而被吸收进来，那会怎样呢？估计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是的，刚才吃的苹果会以苹果的形式被吸收，免疫细胞会立即进行攻击反应，并引发炎症。免疫系统原本是我们身体的防御机制，用来迅速排除体内的病毒和毒素等异物。这种炎症是我们维持健康所必须的。这种暂时性的炎症被称为急性炎症。然而，当攻击无需攻击的物质时，就会导致持续性的炎症，这种情况被称为慢性炎症。在慢性炎症中，全身免疫细胞都在不断工作，这会使身体感到疲惫，并导致各种不适。肠道上有无数孔洞而引起的炎症，就是慢性炎症的一种表现。那么，为什么肠道会出现无数的孔洞呢？有很多原因可以考虑，其中之一就是麸质。小麦中含有的麸质被认为具有吸水后表现出粘性的特性，这种粘性会在肠道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涂层，导致肠道无法正常工作，从而阻碍了消化吸收的过程。结果，附着在肠道表面的麸质本身就无法被消化和吸收。正如我之前所述，麸质是一种蛋白质，因此如果未被消化吸收，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说就是一种异物。当这种异物长时间存在于肠道表面时，免疫系统就会开始攻击，导致炎症产生。如果这种炎症持续存在，就会导致由黏膜细胞构成的肠壁受损，就像被蚊子叮咬的地方会红肿一样，细胞之间的连接松动，组织膨胀，从而使黏膜细胞之间产生间隙。这就是肠道出现无数孔洞的原因。而从这些孔洞进入的残留物质会随着血液流动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引发炎症。这些异物进入肩部会导致肩颈痛，进入头部会引起偏头痛，进入膝盖会导致膝关节疼痛等。麸质通过我们的肠道孔洞会在我们全身各处制造麻烦。接下来是第5个严重缺点：小肠发炎引发的乳糜泻。乳糜泻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是指免疫系统误认攻击自身组织的疾病，其中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较为著名。乳糜泻是由小肠受损引起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肠道出现大量微小穿孔的情况，导致蛋白质无法被分解而进入血液循环的问题。当麸质未被分解而进入体内时，免疫系统会误认它为异物，并攻击小肠绒毛。小肠绒毛是指覆盖小肠表面的微小毛状组织，它们的作用是吸收营养，并推动肠道物质向前移动。我们的小肠大约有6到7米长，据说如果展开所有的小肠绒毛，可以覆盖一个网球场的面积。然而，当患上乳糜泻时，小肠绒毛就会发生炎症。乳糜泻的主要症状包括腹痛、腹部胀满感和疲劳等。由于连续腹泻，营养吸收受到严重影响，持续营养不足导致脱水和消瘦的情况也不少见。相反，有些人由于乳糜泻导致便秘，或因肠道功能异常而肥胖。乳糜泻的症状因人而异，这也是诊断乳糜泻困难的原因之一。除了便秘和腹泻外，慢性疲劳、失眠、皮疹等也是乳糜泻常见的症状。如果您长时间遭受这些症状的困扰，那么乳糜泻可能是原因之一。接下来是第2部分，适合无法戒掉面包的人的最佳饮食法。就像之前提到的，
麸质具有与海洛因相当的成瘾性，因此让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摄入麸质的人，要突然停止摄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我将为无法戒掉面包的人介绍一下本书提供的饮食方法：一、摆脱使用面包比戒烟更难，关于麸质上瘾症的严重戒断症状；二、实现无麸质饮食的奇迹食材；三、给无法抵挡住面包诱惑的人的建议；四、停止食用面包会导致口臭吗？绝对要了解的无麸质饮食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将逐一具体解释这些内容。首先是第一点，摆脱食用面包比戒烟更难，关于麸质上瘾症的严重戒断症状。一旦对某物上瘾，要戒掉它真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麸质像许多药物一样，具有强烈的成瘾性，会导致戒断症状。开始无麸质生活并治愈麸质上瘾症，以及消除戒断症状的时间因人而异，但据说一些人可能需要1到2个月度过戒断症状消失的阶段，类似于戒烟。就像在戒烟时，如果无法忍受而又吸了一口烟，很快就会重新成为吸烟者一样。麸质也是一样的，当你还有想吃面包的戒断症状时，如果又吃了小麦制品，很快就会重新成为麸质成瘾者。但一旦您的大脑摆脱了这种成瘾，对小麦制品的渴望就会完全消失，甚至不再想吃。到那个时候，您可以试着吃一口您曾经喜欢的面包，看看您的感觉。您可能会不禁想问自己，为什么以前觉得这个好吃呢？这就是戒除麸质上瘾后吃小麦制品的人多会有的感受。戒除上瘾后再摄入麸质，会导致身体感觉不适，如疲劳、胃部不适和胸口灼热。如果您感觉到这些不适，那说明您的身体不再适应麸质。通过实现无麸质饮食，这些人的健康状况将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日常表现也将大幅提升。接下来是第二点，实现无麸质饮食的奇迹食材。那么具体来说，如何才能实现无麸质饮食呢？简单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其他食物替代我们过去吃的小麦。我们需要考虑每餐都不包含小麦的菜单。然而，对于那些习惯于食用面包和拉面的人来说，如果不吃小麦，可能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吃什么。但是，为了实现无麸质饮食，并不需要做些特别的料理，因为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于餐桌上的料理有很多都是无麸质的。您只需要从您通常的饮食中去除小麦制品就可以了。对于那些觉得减少小麦制品感到不够满足的人来说，我建议尝试引入藜麦。藜麦是一种谷物，对于追求无麸质饮食的人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盟友。它具有小颗粒的口感，非常美味。形象上，它类似于日本的五谷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曾表示，虽然一种单一的食材无法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但藜麦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食材之一。藜麦的特点在于其高营养价值。与同等能量的白米相比，藜麦的蛋白质是其2倍，钾是其6倍，食物纤维更是达到了8倍。藜麦还有现代人常常缺乏的丰富营养素。为了养成无麸质饮食的习惯，我们可以在减少小麦的同时，尝试添加藜麦，这是作者最推荐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试试看。接下来是第3点，给无法抵挡住面包诱惑的人的建议。要感受无麸质饮食的效果，首先需要尝试坚持14天，然后再吃一口小麦制品。这是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变化最清晰的方法。在实践无麸质饮食期间，您可能会感觉身心变得轻松愉快，但只要吃一口小麦制品，就可能出现疲劳、腹泻、头痛等症状。通过经历这种变化，您将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即使在实践无麸质饮食期间不可避免地想吃面包，也不必过分责备自己。如果不小心吃了，只需仔细观察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然后重新开始实践就可以了。此外，一旦无麸质饮食进行一段时间后，今后您就可以决定接受多少程度的麸质了。例如，有些人在和朋友外出用餐时，可以暂时放松限制，
只吃一点点麸质，拒绝朋友推荐的美味食物会破坏氛围，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在长期实践无麸质饮食时，这种灵活的思维和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无麸质饮食并没有硬性规定必须如何做，只要找到让自己愉快并能够持续坚持下去的方法就好了。接下来是第4点，停止食用面包会导致口臭吗？绝对要了解的无麸质饮食的注意事项。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想谈谈许多人在实践无麸质饮食时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始无麸质饮食后，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开始出现身体异味。大家听说过酮体代谢这个词吗？当由于节食等原因，身体处于饥饿状态，体内葡萄糖不足时，身体会燃烧脂肪以获取能量。在这种情况下，肝脏会产生一种叫做酮体的物质。由于酮体是水溶性的，它会溶解到血液中，随着汗水一起排出体外。在酮体代谢中，这可能会出现身体异味。此外，酮体在大量血液集中的肺中容易积累，肺部排出的酮体可能导致口臭。在停止食用小麦的生活中，由于体内脂肪燃烧的增加，就像节食时一样，有时会出现酮体气味。但是酮体代谢是一种良性反应，也称为好转反应，表明身体正在对新的良性刺激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只是暂时的。身体异味和口臭问题通常会在开始无麸质饮食后的3个月到半年内消失。这些现象正是我们的身体正在获得积极效果的证明。不要因为这些原因而停止，相反，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